真烦，有些羡慕你，可以好好休息，我却还要再忙这多年。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行，到这儿找你去啊。抢不着，不给过来！哎，来呀来呀！啊！哎呦，哎，这娃怎么生得这么尊啊？他不是朝歌城里的公子吧？可不能瞎说。我看他白衣飘飘，一身仙气，莫不是仙师吧？嘿，可算了吧，仙师能来咱这穷乡僻壤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村长来了。拜见仙师大人。拜见仙师大人。你们好，起来吧。仙师好，仙师好。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日。我们这个地方，这能行吗？不用，仙师肯留下来，便是我们的福气。只是寒村贫苦，实在找不到能让仙师清修的住所呀。这。你住哪里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子。那时我正好10岁，名字还叫刘宝根。他觉得我的名字不好听，就给我起了个新名，叫柳10岁。当时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，爹娘却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福气。
公子让我教他铺床叠被、洗衣做饭、砍柴种田。就是这些，我没记错一个字，至今难忘。当时我真的非常惊讶，不知道为什么公子这样的人要学这些。然而更加让我惊讶的是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公子只是看一遍，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了。就到这里了。啊？我只是想学，并不喜欢。就算化凡修行真有道理，也不适合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懒，而且不擅长。那公子，你擅长什么？切断。难怪您切菜切得那么好。公子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景九。景九。水井，地久。井水不犯河水的井，不如意是长8、9的9。读过书？村里曾经有位先生，去年走了，听说是想去县里考童生。我也读过。不懂就来问我。谢谢公子。您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不停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很难不烦。如果那件事情是吃肉的话，明天开始，换我教你吧。花开花落，不过是天地秩序的周而复始而已。日升月落，循环往复，不过如此。最后2次，呼气早了。知道了。还是有些不习惯呀。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公子，您不是睡觉吗？怎么还睁开眼睛了？
我在推演今后3年。那您平日里都在摆弄的那一盘沙子，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推演今后3000年。3000年？如果你冥思苦想，耗尽心神，用无数时间写了一篇极佳的文章，觉得此生再也写不出这般好的文章，结果却不慎让纸稿落入灶中，被烧成灰烬，你如何想？不敢想，想着便心疼。不是疼，是痛，很痛苦。那个人只能重写了。是的，除了重写还能如何？可是原来文章里的精彩词句，还有那些精妙典故都记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记不起来自然就不重要。记不起来的词句典故，如何谈得上真正精彩？再写一遍，必然是篇更好的锦绣文章。那，公子您推演出了些什么？今后3年雨水咋样？时间到了。啊？我姓吕，青山宗南松亭门师，负责培养新入门的外门弟子。100年来，宗内不知多少良才皆出自我手。数日前，我得知，在这个柳家村有一个叫做柳10岁的孩子，是天生道中，100年难得的修道良才。于是我亲至此地一探究竟。然而此刻，我却被他身旁的白衣少年深深吸引。我修行多年，好看的人见过不少，可无论是朝歌城里那些世家子弟，还是水月庵里那些美丽的女弟子，都无法与此人相提并论。修行界里流传一句话：极智者不凡。所以尽管他道心尚志，天赋不佳，我还是讲出了那句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话。你可愿意随我修大道，求长生？难道这样就行了？那位仙师不需要时间看看我的品德？心性。对，就是这个词。修道当然只看天赋，心性随年月而变，如何看？难道你还真以为仁者无敌？难道不是吗？书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当然不是，无敌者才无敌。10岁，过来一下。哼，过来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把自己当少爷？你终于肯出院子了，以后会不会经常来这里啊？我不是不肯，是懒得出去。哦，汤椅坏了，你来修一下吧。好的，公子。柳师弟，既然景师弟来了，不妨让他也给我们指点指点，如何？哼，薛师兄，你别不信，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家公子的厉害，是不是，公子？公子，我……有些麻烦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子。问题？我看你如何出丑。金师弟，这是我写的。这些都不懂。啊。灵海与剑果之间的关系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暂时不需要想太多，不然会影响到前期对真元运行的认知，产生偏差。至于当作如是观，我写在了上面。哇，我怎么
万没想到，谢谢景师弟。不过就是多看了几本书罢了。景师弟，这是我的。法诀里的引天拳灌顶，说的并不是引天地元气，而是体意相通，如此才能感知到天地元气。你连这一步都没有做到，就想要神识离体，当然是错的。具体应该如何做，我画在上面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多谢景师弟指教。运气，猜呢吧？景师弟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我也看看吧，还有我。这句话的意思你理解错了，没可能的。经脉图你画错了，会瘫痪的。啊？你完全搞错了，道主会哭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薛师兄，你这回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上师，上师，你又是在做什么？回上师，景师弟正在为我们解答修行的问题。拿给我看看。这景酒悟性竟如此之高。你们可知为何我青山宗对外门弟子只予法诀，不予讲解？是因为宗门想看看你们各自的悟性，好因材施教。今日你们不知缘由，向同门请教，故而不发，但下不为例。是，弟子知道了。这法子太蠢，应该改了才是。居然说青山宗的规矩不对，应该改掉。你以为你自己是掌门呐？若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施教，那必会错过良才。你景九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剑出九风，必迎罡风。想要在修行大道上走得更远，你应该学会如何收敛锋芒。就算想要帮助同门，也可以用别的方法，但不能破坏规矩。那个规矩确实很蠢。你，青荣峰南望出身南寨，不通皇朝文字，当年在外门根本看不懂入门法诀。若无人教他，青山宗岂不就会错失这位天才？这……青荣峰南望峰主的身世不算秘闻，只算是轶事，但他一个外门弟子，却是如何得知？冬去春来，转眼又是一年，柳絮满天飘。这一日，景九走出了小院。快看，内门的师叔来了！又有弟子要参加那门考核？哎，你们说谁会成为柳10岁之后南松亭这一批里的第2个内门弟子啊？应该是来自乐浪郡的袁师兄。我觉得应该是天赋颇佳的玉山师妹吧。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应该是薛勇哥啊。他叔祖可是世月峰的长老。薛勇哥自幼接触修行法诀，虽比不上10岁，但根基啊比我们都好。也对啊，是啊。哎，他们不就在这儿吗？究竟是谁平日里遮掩的如此之好，竟没有半点风声？景九，
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临海已满？这太荒唐了！难道内门考核也能乱来吗？就是啊，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内门考核？怎么不可能？景师弟的水平，南松亭里谁不清楚啊？我看你们不过是妒忌罢了。哼，是不是平日里嘲讽师弟的次数太多，这时候觉得有些害臊啦？你说谁呢？玉山师妹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妒忌。景师弟加油！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！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！呸！晦气！景师弟，恭喜了！哎，小圆上上，你上上。景师弟，你果然厉害，恭喜啦！他叫金山，还是银山来着？景师弟啊，我还有一些修行上的问题想要问你呢，你可一定要教教我啊！哎，对，我有一些问题想。我原以为他人缘很差呢。哈，毕竟也是个名人。不过这个景九，确实不简单呢。进入青山宗后第2年，景九报神境圆满，进入内门。你的剑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要不然，我取了。景九，不可无礼。莫师叔，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到我准备剑归青山的。不过，上一个说我剑不错的人，已经飞升了。想取我的剑，凭本事吧！恭贺莫长老剑归青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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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激起了莫师叔最后的骄傲。那把剑的位置离峰顶很近，所以，既然答应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不然，就算你是哪座峰提前选好的弟子，我都不会让你参加成剑大会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去取莫师叔的剑吗？顾师兄，这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是喜剑阁的授课先师之一，两望峰上的三师兄顾寒。啊，两望峰，那儿可是汇集了青山最天才的年轻弟子啊！公子，公子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柳师弟性情平时低调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。没错没错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这人是谁？顾师兄，这人便是10岁平日里提起的公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景九啊！你在做什么？顾师，这是我家。今日，你就要初次尝试御剑。我说过，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分心，自己过来领罚。是。啊
这不就是把柳十岁当做两望峰的弟子在管教吗？看来不管柳10岁承建哪座峰，加入两望峰是没跑了。够了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有人。你是谁？景九。我好像听说过你。我也听说过你。你不如传闻里好看。可能是传闻太夸张。这就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。当时我以为他不过就是一个长相好看的年轻弟子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向往之的人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曾多次想过与他初见时的情景。比如说成剑大会，比如说飞升仙界，因为我觉得，一个人与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初次相见，就应该是记忆深刻、非同凡响的。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往往越是重要的事，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稀疏平常。死吧！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，我希望与他的初见，如朝天的瀑布，如盛典的礼花，轰轰烈烈，壮丽非凡。公子，前天那件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觉得我能杀死那个人？昨天顾师兄他们说，那个死了的师叔断颈处很光滑，凶手应该是个有野境的高手，或者用的是一把绝世名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你说过你最擅长的就是切断。前天夜里我来了，但你不在这里。公子，你去哪里了？公子，我真的有些害怕。是的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
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这件事情你可以禀报师长，或者你那位顾师兄。事实上，很久以前你就应该这样做了。我知道公子你的秘密，是因为你没有想过要瞒我。很多时候是你想帮我。你想多了，主要是嫌麻烦。你我那时候天天在一起，要瞒着你太麻烦。只是麻烦吗？那位师叔是坏人吗？站在我的立场上，他当然是坏人。我也不喜欢被人盯着看，但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不可能每天都有云层蔽日。太阳就在那里，谁会不去看呢？所以，该站出来的时候，总还是要站出来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如果不想被人一直盯着看，其实还有一种办法。如何做？成为真正的太阳，光鲜刺眼，这样就很少有人敢直视我们。你要做什么？成仙啊！嗯，这……擦！哼，这家伙连剑都没有，成个屁的剑啊！你的剑呢？青山弟子除非剑丸大成，入无章境，才能将剑收入体内。你一个洗剑弟子，难道已经到了无章境？稍等，剑呢？我就知道我没猜错，他肯定每天夜里躲在洞里不停的苦修，真是太会装了。你这样随意对待长辈的遗剑，未免有些不够尊敬。这是我的剑，让顾青上。我叫顾青，过南山的剑童。顾寒是我的兄长。因为寒哥的关系，我刚一出生便被送进了两望峰，这些年一直跟随师兄学剑。有人说，在新一代的洗剑弟子里，我的境界首屈一指；也有人说，我甚至可能比赵腊月更强。原本寒哥安排我对战赵腊月，挫一挫他的锐气，却临时改了主意，让我对战眼前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只听说他是青山最懒的弟子。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，对付一个守一境，为何要我一个成一境的人出战？不过这既然是寒哥的决定，我也只能从命。请。按我的设想，我的剑会停在他的眼前，于眉心只有数寸的距离，然后我会平静地说声承让，胜负就此分出。然而，这个画面却并没有出现。
定是凑巧。哼，麻烦。 转身。够了！你是想要羞辱我两望峰吗？承让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剑不够快，所以我能看清楚，而我的剑比较快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剑本来就是最简单的东西，它不是别的任何事物，就是剑而已。飞在天上是剑，握在手里也是剑，懂了吗？这是我听过最简洁、最准确。 也是最深刻的剑道理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此人悟性之高，绝非常人可比。收教了。他是在给你出气。 景九，你可愿意随我学剑？景九，你可愿来我西来峰城剑？哎，我以碧湖峰峰主的身份承诺你，只要你肯来无峰，无峰上下必将全力助你修行。云行峰苍野剑法，才与这少年最为相合。 你们争什么仇？我和你们云行峰的是不是过分了？就是，我们先看上的。你们是想死吗？你们碧湖峰剑法根本就不够。闭嘴！你们以前不都觉得这个小家伙是废物吗？啊？怎么现在都变了？你们也好意思和我抢？啊？景九。 你知道我和这些家伙不一样啊！我可是一直都很看好你的。哼，我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我早就发过话，景九只能是我们青荣峰的，你们谁要和我抢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看中这孩子的时候，莫师兄，你还不知道他是谁。师妹，此言差矣。2年前。 听闻南松亭外门出了位智识过人、学识渊博的弟子，当时我便令人传话吕师侄，问那名弟子愿不愿来我世月峰。景九，你可还记得此事？师兄，你那时候是要他去你峰下做个执事，哪里是这个景九仅靠一双肉眼便能捕捉到飞剑的痕迹。 而且此子的剑源必定非常充沛，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挥动剑身，如此才能准确地击中顾青的飞剑，可谓剑道天才呀！也难怪这青山九峰，除了没峰主的2望峰外，其他诸峰都来抢人了。3个天生道主，如今又来了个剑道天才，这青山宗真是羡煞旁人呐！啊，翠姨。 除去2望峰，不该是8位长老吗？怎么才7位啊？你有所不知，这青山9峰之中，有座孤峰名神墨，
峰上只有一个人，正是前不久飞升仙界的景阳真人。可那又如何啊？这景阳真人从不收徒，没有成见弟子，所以呀，自他飞升后，这神墨峰就封禁了。当初景师兄在南松亭的时候就不一般。是啊，我还受过他的指点呢。小圆，景师兄果然不凡哎！景九，你选哪座峰？我是虚大，我是月峰别的没有，但要灵果可以说取之不竭。峰主那里还有好些东西，掌门都拿不到，这些都可以是你的。何不木，何不木，这个小人！我要再想想。可以，但在成剑大会结束之前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了不起，一般。你的剑道天赋能排进我所见过的人里前3。我觉得自己的剑道天赋冠绝青山。你就这么想上那座山？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我也选神墨峰。他怎么也选神墨峰？是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才有意思嘛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把眼睛闭上了？用颜悦耳无法判断剑意在何处，也就无法找到剑阵的规律，所以他干脆闭上眼睛，只用剑识感受剑意。这当然极为冒险。景九，这是跟腊月师姐学的动作。啊，这样也行啊！投机取巧也是本事，景师弟真是无耻。我累了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现在看起来，你完全可以不跟着我。我说过，只是好奇。而且有人在看着我们。神墨峰有剑阵禁制，峰外无法看到峰里的画面，但通天境的大雾们却能看穿所有迷雾。放眼整个大陆，都没有几个通天境大雾。但不巧的是，青山宗便可能有2位。那么他警惕并且防备的人究竟是谁？掌门，还是剑履师伯？我累了。我还是高估了自己。师叔座这座高峰，怎么可能轻易登顶？你已经很不错了。一路行来，虽然你说过很多次累了，但其实那都是我已经累到极致的时刻。我不知道你为何能够判断得如此准确，但如果不是你，我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。
就算你是被选中的人，也不用这么着急。我确实很着急，因为在我心中一直有个秘密，从未对任何人讲。世人都以为景阳氏叔祖飞升仙界了，但我几乎可以确信他飞升失败，生死不明。如果连沈墨风也没有他的踪迹，那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为了确认他的生死，我必须尽快登上沈墨峰。但我想睡一会儿。这时候睡很难醒过来。我真的有些累了。我有些后悔，但我并不后悔选择与他一起登山。只是沈墨峰的禁制被设得太强，便是我现在也觉得有些麻烦。这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还是有办法登上峰顶。只是，就像我对他说的那样，这时候很有可能有人在看着这边。柳丝和袁奇经那2个家伙都能看到这儿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别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再继续向峰顶走，而是直接回去。但是，这个小姑娘会很失望的。那么，看就看吧。终于到了，没想到会这么早，便能重新看到这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感觉也不错。你醒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我们已经在峰顶。这里就是师叔祖的洞府。应该是吧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当你沉睡的时候，有位白胡子仙人忽然出现，把我们带到这里，然后又忽然消失不见了。这个故事不好。不好。那你有没有可能稍微相信那么一点？我不是柳10岁。
看来我要再想个故事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也在寻找答案。故弄玄虚。你在找福斯剑？难道你不想找吗？洞府里没有，难道剑在风里？可是神魔峰这么大，我怎么找得到呢？怎么了？我没找到那把剑。不能成剑也无所谓，我们可以去两望峰。不是成剑的事情。九阳师叔祖飞升失败，如果那把剑还在神魔峰，说明他也有可能还在这里疗伤。如果那把剑都不在了，那他只怕师叔祖死了。原来真的死了。那我这些年做的所有事情还有什么意义？他没死，他只是差一点死了。原来你家姓赵啊。不过那天明明是一场小雪，哪有什么大雪？另外，腊月生就要叫腊月吗？这个名字可真不咋地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。什么也没做？那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能给我扎冲天辫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头发这么短，哪里谈得上是辫儿，也就是个揪。而且，我觉得挺可爱。我又想到了个新故事，或者说刚才那个故事又有新的进展，你听不听？又是那个老仙人？是啊，你刚才昏迷的时候，那个老仙人又来了。他知道你在找一把剑，就告诉了我。你真知道那把剑在哪里？他说那把剑，其实一直就在你的手上。难道他说的就是这个？这就是福斯剑。是的，这就是福斯剑。真美。这把剑是你发现的，那自然就是你的。你是师叔祖的后人，还是说你是师叔祖真正的传人？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。那这把剑就更应该是你的了。你说过，他选择你为神魔峰的成剑弟子。我一直没能发现这把剑的秘密，我也没本事登上神魔峰，那么我怎么有资格做他真正的传人呢？也许他并不这样想。你的能力与你的意愿并不重要，因为他的意愿非常清楚。你从出生便带着这个剑镯，说明他从一开始便主意你来继承神魔峰。不然为何要把福斯剑放在你的身边呢？啊！快看！啊！剑阵禁制解除，神魔峰重现人间，青山第9峰再续传承。
没想到这么快，便又能看到这座峰。这是什么？像我的手镯一样，也是一把剑。秘密。你的秘密太多。我以前听人说过一句话：都有秘密的人，才能彼此相安无事。我本来以为是对的。怎么了？你现在话很多，猴子搬家，话也多。闭嘴！声音小点就行。又怎么了？赤月峰的猴子过来抢地盘，那些家伙个头不大，但数量太多。你要做什么？帮猴子打架。帮猴子打架？这可是我们的猴子。胡言乱语。猴子。赢了没有？当然。从南松亭到洗剑溪，随意破四境，如剑锋云顶、胜古琴，直至上得神墨峰，他都始终表现得那么平静，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偏偏今日帮猴子打架赢了，他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对了，景阳师叔祖飞升不会带走神魔峰的传承剑谱，九死剑诀应该还在洞府之中。这几日若是没事，还是找找吧。没有剑谱怎么学剑？我来找。能者多劳。猴子打架都是你来，这种事情你自然要负责。怎么了？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。但是除了直接问，那个想法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得到证实。以他的性格，如果我问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可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问。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事不去追问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了，尚德峰在查左一的死因，他们现在查到柳10岁。听说那天夜里，他离开了自己的洞府，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那天夜里他去找我了。你不担心？我对他说了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你不担心？白如晶护短，两汪峰更护短。他和你一样是天生道种，掌门不会让尚德峰乱来。可尚德峰的目标就是两汪峰，甚至是掌门。就算不能查出什么，
能落些颜面也是好的。你对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感兴趣，还是只猪在我？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来到神木峰后，你的话越来越多？因为我的心里有太多疑惑。比如，我一直以为你会问我那个问题，但你却始终没有。好吧。你为什么认为景阳真人没有飞升成功？就是这里。那个名部弟子的境界很低微，那时候还留在云栖镇上不走，本就有些奇怪。虽说当时已颁下3000里禁，但孟师问都不问便一剑杀了他，这事儿也有些奇怪。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，提着他的尸体往镇外走。然后，就在师叔祖飞升的那一刻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听到了一声叹息。叹息？是的，那声叹息里充满了怅然的意味，似乎对世间有无穷留恋，也可能是遗憾，但是又有一种无比满足的感觉。你确认是听到？那声叹息是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的。当时，我正在看着神墨峰。我有时候在想，那声叹息会不会是师叔祖发出的？最初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但现在越来越确定。既然我是师叔祖选定的成剑弟子，既然他把苻斯剑一直放在我的身边，那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不会就像把剑谱留给你一样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我想看看那个名部弟子。为什么没有用剑火烧掉？因为我当时觉得有问题，所以把这具尸体留了下来，还放了些镇魂石进去。只凭一声叹息，不足以让你做这么多。开始时，我也以为是错觉，但事后想来总觉得不对，戒心不宁。半年后，我通过卷帘人查了查这名名部弟子，心想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以后也就不想了。卷帘人是朝天大陆最神秘的情报组织，你要请动他们，一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？结果查出了问题？不是查出了问题，而是没有查到这个人。名部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在酒楼上，他报过自己的名字，叫做殷三。照理说，名部讲究魂火归故里。如果在明书上没有殷三这个名字，这具尸体里只能说明这是个假名字，寄宿了其他人，或者隐藏着更多的秘密。杀他的人是孟师。是的。后来我暗中查孟师，那件事后，他得到了师长赐药，不再负责教导外门弟子，而是回到尚德峰闭关，冲击更高的境界。只凭教导你的功劳，他得到的报酬似乎太多了些。是的，我只能怀疑尚德峰。除了他出身尚德峰，还有别的理由吗？青山九峰都知道，剑律师伯不喜欢景阳师叔祖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。你已经是神木峰主了，不必再称他师伯。这不重要。从孟师与殷三的线索，卷帘人查到3000里境前碧湖峰少了2根雷魂木。2根？是的。
有镇守在，这2根雷魂木肯定没办法送到9峰之外。那如今在哪里？师傅，我又替你收了徒弟，叫景阳，惊动了庇护峰。不过资质太好，你教不了他。以后我来教他。今天我又收了2个弟子，就是那个叫柳慈的小胖子。他呀，本来应该是师兄的，结果上山去看风景去了。我知道做内应很危险，可是为了青山宗，你们老了，以后的青山只有尚德峰。景阳师叔，师傅他疯了。人不可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让我觉得一定有人利用雷魂木，致使景阳师叔祖飞升失败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不要再查这件事情了。雷魂木，小姑娘看来是真生气了，居然让我自己走回去。雷魂木是庇护峰的至宝，无论是用来修行至上剑道，还是感悟天地之威，都有无上功效。如果修道者能够超越通天境，甚至可以通过雷魂木移魂转魄，等若再多出一次生命。阴森，这个名字不错。还记得很多年前，有个人曾经对我说，修道者追求长生，则更应该了解生命的美好，如此才能获得充分的内在原动力。而吃火锅就是一种方式。当时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，就像不明白那句不能踏进同一条河里。你们知道吗？世上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甚至世间最美味的食物、最动情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吸引力。而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吃火锅，我吃红汤，他吃白汤，后来更是变成了清水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既然不喜欢，又何必装模作样？虽然我现在能明白那个人的意思，但与其吃火锅，我更喜欢看人吃火锅。我喜欢看青菜在白汤里翻腾，喜欢看熟烧筷子争抢肉片，喜欢看熟识的人围着火锅坐在一起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我就不一样，我最喜欢吃火锅，尤其是红汤，有菜有肉，有麻有辣，有滋有味。当然，吃火锅最重要的便是热闹，人自然不能少。我有个想法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当然得让世上所有的人都来吃。你们说，那该多有意思！这世上有人喜欢吃火锅，也有人不喜欢吃。在我看来，其实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喜欢就吃，不喜欢就不吃。如此便能睡得香，坐得稳，活得久。而只要活得久，便能看到更宽阔的天空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